我今天来的主要身份不是分布科技 CTO 啊，我是以那个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小蚁的核心开发者的身份来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分享的内容是区块链资产模型实践与设计建议，更偏向于技术一点。因为之前的话，3位嘉宾分享的基本上都是行业的或者更偏应用的，那我这个的话会更加偏底层，更加偏那个技术一点。这个 PPT 的话，我本周3在那个蚂蚁金服分享的时候是讲了2个小时，但是呢，今天时间可能只有30分钟，所以我只能大致的粗略的讲一下。内容的话是分成几块，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区块链的资产模型。那我们会先讨论一些比较旧的，就是比特币的模型、以太坊模型。然后第3个是我们要设计的目标的一个多资产模型。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细节。最后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第一个开源的公有链项目小蚁。那在介绍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左边这个区块链，这是我给区块链下的一个我自己理解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区块链？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状态机。它不但记录了各式各样的状态数据，也记录了这些状态应该如何变化的规则，同时它能够容忍一定数量的拜占庭故障。好，我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去中心化。我们知道中心化的状态机是很容易构建的，银行就是一种中心化的状态机，它里面记录的状态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账户余额有多少钱。那它账户这些状态变化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一些业务，比如说转账啊、存款啊、取款啊、计算利息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业务一旦就是这些规则一旦去运行之后，你的那个状态数据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你的余额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我们这个区块链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不依赖于一个中心的，不依赖于中心化的一个东西，它是个去中心化的东西。那这里面就引入一个问题，就是说银行这种中心化的状态机，用户是需要无条件的去信任它的。但是去中心化的状态机的话，用户是不需要无条件信任它的，因为它里面的状态的改变规则都是透明公开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好，最后一点就是它可以容忍一定数量的拜占庭故障。什么意思？刚才几位嘉宾都分享的时候都介绍到了，就是区块链它可以就是防篡改，对不对？它有这样一个特性。那用技术的话来说，它就是可以容忍一定数量的拜占庭故障。就是我们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我们把分布式系统里面的故障分成2种类型，一种叫做一般性故障，另一种叫做拜占庭故障。一般性故障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某一个参与者，比如说某个节点，它忽然停机了，或者断网了，或者它网络传输的时候这个数据出错了。那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常规手段，比如说灾备啊这些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加一些校验码啊，可以解决网络传输故障。那拜占庭故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节点的行为可以是任意行为，比如说我被黑客入侵了，他可以故意的去欺骗其他的节点，或者我有一大批节点都被黑客入侵了，这些黑客还可以同时操纵这些节点，让他们联合起来去欺骗其他节点。那这些就属于拜占庭故障。那区块链可以容忍一定数量的拜占庭故障，但它不能无限制的去容忍。比如说比特币，它可以进行51%攻击就可以篡改那个账本，所以它也不是无限制，它只能容忍一定数量的拜占庭故障。实际上，比特币说51%的话，已经有点高估了，因为其实你只要有30%多的算力，已经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进行这个算力攻击了。好，这个就是我对区块链的一部分理解。我们介绍一下比特币的模型，比特币的资产模型。说到比特币资产模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共识与发行机制。就比特币的共识与发行机制是工作量证明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挖矿，大家用矿机，然后消耗一定的电力或者说算力，然后去进行一定的工作量证明，然后谁先得到一个工作量证明的话，他就可以分到50个比特币，然后或者说，但是它这个也不是固定50个，第5年到第8年就是25个，反正属于每4年减半。就是这样一条件。那这里要提到的是说，大家都认为工作量证明是一个共识机制，但其实它也是一种分发机制。这2个其实是2种不同的东西。就我可以，实际上比特币是把共识机制和发行机制耦合起来，耦合在一块儿，但实际上它们2个是可以分离开的，共识归共识，发行归发行。具体的技术细节我就不讲，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是比特币的这个产量每4年减半。然后是，那比特币作为一个状态机的话，
它里面记录的状态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要掏出我的钱包。这个比特币记录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一张一张的钱，或者说是一枚一枚的比特币。这些比特币上面有2个字段，或者说是2个属性。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看有100，也就是说上面有一个金额，这是比特币这个大账本记录的一个状态数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张钱上面会有个名字，比方说是张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张钱是属于张三的。所以它里面记录的并不是像银行一样这样一个系统，说我记录了一套账户系统，然后每个人有多少余额，它里面并没有记录这些东西，它只记录了每一张钱上面有多少金额，然后这张钱上面有个名字，就记录这些东西。那比特币这个状态机的状态改变规则是什么呢？它有一部分是写死的，就是所谓的交易。交易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写这张钱上面的这个名字，我把它从张三改成李四了。那我就发出一笔交易，然后签上张三的名，说我愿意把这个名字改成李四。于是这张钱就属于李四，这就是比特币里面的转账过程，很简单。好，这是一部分固定的规则，那还有一部分是非固定的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把这个转账的逻辑的一部分提取出来了，让用户可以自定义，这就是比特币的脚本，也就是智能合约的一个雏形。比如说比特币里面有一个多方签名的一种机制，就是说我本来转账我只要签张三的名字我就可以转走了。那我现在可能有3个人，里面要任意2个人去签名才能把它转走。那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可以自定义的。我还可以改写，我改写成什么呢？改写成我3个人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他签名就可以了。但如果他不签名的话，剩下2个人一起签名才能够把这笔钱转走。啊，这就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状态改变规则。然后，比特币要求把这些自定义的状态规则要放在区块链上，公开透明的去执行。啊，所以说智能合约实际上。为什么智能合约和区块链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因为区块链为智能合约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执行环境，它不会有问题，它可以容忍那个败家庭故障。这个比特币地址的产生太基础了，时间关系我就跳过了。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比特币，我们看一下它的局限性。因为比特币作为区块链的鼻祖，它的这个作用是不可那个低估的，但是呢，它因为毕竟是鼻祖嘛，第一个很多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那或者说也是设计目标的关系。那它作为一个资产模型的话，肯定是有些局限性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它是一种原生资产，就比特币上面，比特币实际上是一种资产，它是比特币这个区块链系统上面的一种原生资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在系统内被生产，然后流转这样的一交易，然后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闭环。它跟现实世界是这个资产、房子啊、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它虽然有价格，但是它没有办法流出来，或者外面的价值没办法流进去，所以它跟现实的金融世界是没有办法挂钩的，这是它的一个局限性。第二点，它是一个单一币种的系统，它里面只有一种东西叫比特币，它没有其他东西。那它的行为就很简单，它只能做转账，它没有交易。比如说我如果一个系统里面有多种资产的话，那我就可以把 A 资产转给你，你把 B 资产转给我，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交易了。那比特币世界你所谓的交易其实就是转账行为，我把钱转给你，然后你在现实世界把货给我，那这样一种模式。那这也是我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那个脚本系统，也就是用户自定义的那套业务逻辑，它是非图灵完备的。那非图灵完备的这套脚本系统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编写的这个逻辑是有限的，我们不能编写任意的逻辑。第四个是它的发行机制单一，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它的发行机制是那个工作量证明。那工作量证明的话，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按谁消耗的电力更多，那谁就获得的更多。那这个机制实际上是非常单一的，因为有些资产它的发行机制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我公司股权，它应该是按照出资比来分配。那你如果去挖矿的话，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同的资产的类型的话，肯定会有不同的那个发行机制。当然，它是一种单一币种的系统，那这样也是情有可原。好，那以太坊这个模型呢，它就针对比特币的一些问题，它进行了改进了。它是什么意思呢？以太坊它把比特币的这个状态机的概念扩充了。比特币它只记录了每一枚比特币的这个状态，里面只有2个字段，一个金额，一个名字。以太坊的话，它可以记录任意的状态。所有的状态都是自定义的。
然后这个状态改变的规则是什么呢？也是由用户自定义的，也就是一个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用户会编写自己的状态改变规则，然后把它发布到这个区块链上，然后去执行。所以说，以太坊就把比特币的整个状态机的功能给扩充出来了。第一个，它进行了哪些改进？第一个是网络确认时间，比特币的话大约是10分钟，运气不好的话半小时、1小时都是有可能的。那我做一笔转账要等1个小时，等那么长时间，我的耐心是不太好，那肯定是等不了。那以太坊的话，它把这个确认时间缩短到大约15秒左右，那这个就差不多了。第二个是它图灵完备，它提供的智能合约是一个图灵完备，可以编写任意逻辑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编写复杂的一些场景，而不单单是就比如说他刚才那些保险啊、医疗啊那些都可以在这上面实现，而不单单只是一个确权啊、转让啊这种。第三个的话，它是可以支持多种资产，就它系统有一种内部资产叫做以太币，但是呢，你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去给它导入一些更多的资产种类。第四的话，发行机制，那它也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多种发行机制，反正你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要会编程就可以了。当然说了这么多，以太坊也有一些局限性，那这不可否认，它很伟大，但是局限性是有的。第一个还是一样，原生资产，就是它还是没有引入一种就是把外部资产跟区块链的资产联合起来的一种机制。第二是交易确认时间，虽然它把交易确认时间缩短到了15秒左右这样一个量级，但是因为它采用了工作量证明这样一种共识机制，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交易时间没有办法进一步缩短到秒级甚至毫秒级这样一个级别，这没有办法做到，技术上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以太坊团队现在也是在设计新的共识算法去改进这个问题。最近我听说好像以太坊出了一个叫企业以太坊，我不知道这块是怎么做的，我也没去详细了解，可能会改。3月1号，2月28号在全球发布，3月1号是在国内会发布，在上海。然后在发布的时候，但是那个企业以太坊它主要是做标准 ，OK， 它主要是定一些标准，实现的时候是各个参与方会来实现。好，我们继续。第三个的话是它没有内置的数字资产功能，就是说它的那些转账啊、交易啊那些逻辑必须由合约的编写者去自己定义。它不能通过系统内建的转账方式，它内建的转账只能转以太币。你除了以太币之外，其他的这个东西必须自己去编写那个智能合约去实现。那这个的门槛就比较高。另一个的话，它没有一种统一的转账方式。比如说我 A 资产，我 A 的合约编写者发明了一种 A 资产，它有一条转账逻辑，你要下载它的客户端。你 B 资产，你就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要下载 B 资产的那个客户端。你有100种资产，我怎么办？我下载100个客户端啊，这个就是个问题。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功能。第四是扩展性问题。以太坊采用的是跟我刚才介绍的比特币的这个零钱的或者说叫 UTXO 的这个机制不一样，它跟银行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账户余额的机制。那这个机制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扩展性问题并发，因为每一个 UTXO 或者说每一个零钱它只有2种状态，一种是已花费，一种是没有花费。所以它跟其他的零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我们在验证一笔交易的时候，我们可以并发的去执行这些交易验证。但是在以太坊里面的话，转账是通过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去计算它多少钱来算。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账上有10块钱，我运行两笔交易，第一笔交易是在我的账户上增加5元，那我如果运行成功的话，我的账户就变成15元，然后运行第2笔交易扣11元。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最后一账户余额14元。但是我们知道，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每个节点的视角可能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先看到的是第2笔交易，我先去执行了第2笔交易，那我原来有10元，扣11元，显然账户余额不足，第2笔这笔交易就失败了。我再去执行加5元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我按照这样一种顺序的话，我最后的账户余额是15元，对不对？那这就有问题了。我按不同的顺序去执行这2笔交易，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2笔交易是有相互有关系的，它们是不可以被并发的去运行的，只能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知道串行系统，它的这个扩展性是有瓶颈的，它有极限。我们只能把它改造成并发去执行的或并行系统，
它才能够无限制的去扩展，那这就是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我们想要设计的这种资产模型。我们认为区块链的资产模型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资产是可以注册到区块链上面去，然后它有一个生命周期，主要有这样几个：第一个是注册，第二发行，第三流转，最后是注销，也就是整个一个生命周期，从出生到死亡这个不可逃脱的命运。那注册是什么意思呢？注册就是说我本来这个资产是不属于区块链，它不是在区块链里面的。它是在外面，比如说人民币或者什么公司股权啊、什么积分啊、什么东西。那我通过某种方式把它注册到或者说登记到这个区块链上去，这是第一步。那区块链上面有了这种资产之后，实际上它并没有去分发，就水口袋里也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学过编程的话，面向对象的这个编程思想的话，你就知道注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建了一个类。那发行这个过程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类以为模板去创建一些对象实例，发行。就我注册的时候，比如说注册一种资产叫做人民币，那我发行的话就是把真金白银100的这个钱发到一个人的口袋里去，这就是发行。第三步流转，那大家口袋里有了这些钱之后怎么办呢？可以就相互交易了，因为我们资产是注册上去的吧，可能会有好多种资产。有人民币，有比特币，或者有其他什么东西，那你可以在资产之间进行一个互换，各种流转。最后，当一个资产完成历史使命，它没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区块链也不是一个无底洞，对吧？你没用了，那你就把它注销掉。这是一个资产的一个生命周期。我们来谈一下细节，资产根据与身份认证，我们怎么把一个现实世界的资产注册到区块链上面去？你不能随便说我现在创建一种资产，然后说它是苹果公司的股权，那它就是的，这不行的，这肯定要有一定依据或者有一定的办法。我们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数字身份。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身份，因为所谓的资产，把它从现实世界放到区块链上面，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有一个数字身份，这个身份背后有一份信用。这个信用背后来保障了这种兑换关系。那所以你如果要在区块链上注册资产的话，就必须要有这个数字身份。那怎么实现呢？很简单，我们区块链是基于密码学体系的，然后我们现实世界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数字证书，它也是基于密码学体系的，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我们让区块链上面的一个公钥或者说一个地址，跟数字证书的这个公钥让它保持一样，或者说是就是同一个公钥，然后用这个公钥去国家或者说其他什么机构任何的 CA， 就是数字证书颁发机构去申请一个数字证书来证明你的这个身份。那你在区块链上就有一个明确的可被证实的一个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之后，第二步我们要创建这个资产。创建资产包括什么呢？我们要给这个资产起个名字，对吧？然后发行者是谁？然后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对应关系？我们要把它写清楚，然后把它写清楚，让大家能够看到。第三个，你光写出来没有用，你到时候可以赖账，那没关系，你有了数字身份，你就要对这个你写出来的这个声明要进行一个电子签名。签名之后你就不可抵赖了，因为别人可以通过你的数字证书看到你背后的身份，而你背后的身份是有信用的。如果你背后的身份是一家银行，那你这个资产就具有银行的这个信用。如果你背后的身份是一个公司，那你这个背后的资产背后就具有这个公司的这个信用。如果你发行者的这个证书是一个个人，那你只能具有个人的信用。那你发行的这个资产相当于就是我签了一张欠条。那根据你背后的这个数字身份的人各实体的这个不同，那你的这个信用也不同，最后别人接受这种资产的程度可能也不一样。第四步，有了电子签名，那区块链嘛，你要把这个东西广播出去，让大家都看得到，把它广播到这个区块链上。那广播成功之后，相当于你就登记到区块链上了。接下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设定的一些发行流转机制去做发行了。那我刚才提到创建资产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公示文件，就是来表示你这个资产到底是干嘛的，然后怎么去兑换。那不同类型的这个公示文件的话也不一样，这里面我就不细说了。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字段。
就是说我们在区块链上如果要登记资产的话，至少需要哪几个字段？第一个是资产类别，你这是个什么信用资产、货币还是一个股权，还是个什么东西，你得说清楚。第二是名称，你这资产叫什么名字？第三是总量，总量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之前可能所有的资产都不会明确的去描述它的总量，但是比特币它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只有2100万的总量，它不能超发，它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增发，所以我们觉得区块链上的资产应该都有个总量。当然有时候你可能这个资产确实是需要没有总量的，可以无限制增发的，那你就把它设成无限量。第四个是精度，就是现实世界有些资产它是不可无限细分的，或者是不可细分，一个就是一个，你不能把它拆成0.5个，一个人他不能把它拆成0.5个人。那信息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精度这个字带来控制这个资产能被细分到多少程度，精确到小数点或几位。Owner 发行者。发行者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要对这一份东西进行签名的那个资产发行者的这个公钥。如果你这边 owner 写了某一个人的公钥的话，那么你这个资产背后就是由这个人发行的，你必须要附上他的数字证书。admin 管理员，那熟悉或者说知道智能合约的话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员并不是表示一个人，而是表示一个合约。也是一个合约账户，然后这个合约会描述了这个资产如何被管理。这样一个逻辑，最后是一个公示文件，然后整个这个东西需要包含这个 owner 的签名，然后有这个数字签名才能够被发出去。好，然后我们资产已经登记到区块链上了，那我们要讨论一下发行模式了。有几种，一种最早的比特币采用的工作量证明，也就是挖矿。那这个发行机制的话，其实也挺好的。就是用户消耗一定的这个电力或者算力去获得自己相应的比例。这种发行机制的话，特别适合于一些数字货币类的东西，它非常公平嘛，非常公平。第二个是权益证明，它跟工作量证明机制比较像，但是它不需要挖矿，它不需要用自己的算力去作为那个凭证，它更像是那种就是按资分配一样，就是我出了多少钱我就获得多少东西，就是以另外一种数字资产作为凭证，来以那种资产你所持有的比例来获得相应比例的另一种资产。那举个例子，就是我比如说股权，然后派息，对吧？你有10%的股权，我就给你派10%的这个分红，那就是权益证明。第三个呢是智能合约，就是前两个都是固定的一些发行机制。那智能合约的话，就是说我可以编写自定义的一些发行逻辑了，更加复杂的，你任意逻辑的，你脑洞大开的都可以用智能合约来自定义去实现，想怎么发行就怎么发行，这是最自由的一种方式。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简单粗暴，人工分配，就指定一个人让他来分，他爱怎么分就怎么分。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前两种都不行，智能合约我写不出怎么办？因为我这个资产是基于我个人信用发行的，你们都相信我才会接受我这个资产，那你们干脆相信到底，让我人工分配完，那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最后一种方式。好，讲了这么多，最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国内第一个大型的这个开源公有链项目——小蚁。小蚁它是一个开源的社区项目。这是它的这个开源地址 ，GitHub 上的一个开源地址，大家可以从这个地址去获取它的源代码，然后可以用这个 MIT 协议。小蚁是做什么的呢？它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个数字资产平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公有链上面创建自己的数字资产，同时可以利用它的智能合约功能来强化这个数字资产的功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发行啊、注册啊、转让啊，都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控制。那你在上面可以登记什么东西呢？可以登记很多，我举了一些例子：股权、期权、债权、积分、仓单、账款等等各种，你都可以登上去。那具体哪些应用呢？比如说员工持股计划啊、积分平台啊、私募基金啊、P2P 借贷啊，包括是刚才他们就是之前几位嘉宾讲的一些医疗啊、保险啊，你都可以放在这上面去做。都没有问题，以太坊能实现，它的智能合约都能实现，同时它有内置的数字资产功能。这是它的一个共识机制。就我刚才说了，共识机制和分发机制或者说发行机制是分离的。这个共识机制只管共识，不管发行。那这是我们也是国内首次提出用拜占庭模型来
来处理区块链问题的一个区块链。那这个机制有什么特点？就是说它牺牲了一定的可用性，牺牲了一定的网络可用性。就比如说比特币，它摸证证明，只要我还剩最后一个矿工在挖矿，我的比特币网络就不会停止。它是非常高可用的一种网络，非常好。那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无法保证最终性，也就是说，我如果算力很低的情况下，或者说运气不好，它就有可能产生分叉，或者是产生污块。那我发了一笔交易，已经写进一个区块了，已经产生一个网络确认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说，哎，你的这个区块被孤立了，有一个更长的分支出现了，你这笔交易被撤销了。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对于在金融行业去应用的话，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可用性可以牺牲，但是最终性不能牺牲。所以拜占庭这个模型的话是可以保证最终性，但是牺牲可用性。就是说，一旦我出现了这个整个网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的时候，我宁可停止这个网络，不再出块，不再让你们交易，我也不能让你已经发生的交易发生回滚，这是保证最终性的一种措施。好，跨链互操作。刚才那个有一位分享嘉宾提到了，他们写了一篇那个跨链的那个论文，已经被收录了。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在讨论跨链，就是跨链可能会成为未来一种趋势。因为公有链它的数量可能未来会很少，就几个，大不了就十几个。但是一些企业去应用一些联盟链或者私有链的时候，可能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就会非常庞大。那这些链之间如果不能打通的话，那区块链的应用就会非常狭隘。所以跨链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也是设计了自己的跨链协议。这个跨链协议的特点就是它不需要中介，它不需要中间的一个网关去做一个中间层或者路由层，它完全的是链和链之间的点对点跨链。它分成两个步骤，或者说两个子协议。第一个叫做跨链资产交换协议，什么意思呢？我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现在有两个区块链，一个叫比特币，一个叫莱特币。然后有两个用户 ，A 用户有比特币 ，B 用户有莱特币。A 用户想用自己的比特币和 B 用户交换莱特币，怎么办 ？A 先把比特币发给 B， 然后 B 把莱特币发给 A。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它这两个步骤会割裂。A 发了比特币之后 ，B 不发，那这个交易就出问题了，它赖账。所以说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两笔交易要么同时成功，要么同时失败。它不能其中某一笔成功了，其中某一笔失败，这不行。所以我们就是解决了第一个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跨链资产交换协议可以做到这一点，保证这两笔交易同时成功或者同时失败。第二个是跨链分布式事务，那这就是对一种协议的一个扩充。什么意思呢？本来你的这个行为是转账或者说交易的行为，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扩充为任意行为。我们所有支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比方说有1、2、3、4、5个区块链。他们都支持智能合约，然后我们要执行一个大的任务，把它拆成5个步骤。这5个步骤分别在1、2、3、4、5个区块链上去执行。我们要求保证这5个步骤同时都成功，或者同时都失败，不能某2个步骤或者某几个步骤成功了，另外几个步骤失败了，那这个整个事物的一致性就不能保证。所以，第二个这个跨链分布式事务协议就是保证这样一点：每个步骤同时成功或者同时失败。